我今天就特意来到了 GWM 的 booth 来拍一辆车给大家看，我相当喜欢，它就是叫坦克300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标笔。欢迎回到我的乱拍系列。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一辆我一眼看下去就爱上的车，它叫做坦克300。这辆车呢，就是一个硬派越野的车，它到底有什么好料呢？所以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首先，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那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然后话不多说，我们去看车 ，Let's go。这辆车最吸引到我，就是除了它这个吉普的外观之外，还有就是它的车头灯啊，这个就是它的 DRL 日行灯之外，还有它的车头灯真的是非常的亮，而且非常有特别、有标志性的。很多中国制造的车呢，坦白说它的内饰跟外观都是旗鼓相当，可是这辆车呢不是。我先带你们看这款好吧，因为隔壁那一个呢是改善一个大轮圈啊、避震啊那些 body kit 啊那些，我们先别说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原装的坦克300。作为一个越野车的这种感觉，你就是要放一个轮胎备胎在后面。这个备胎呢是用这米其林的 Primacy SUV 的轮胎，265 60R18寸是原装的 size。后面这里就有一个倒摄镜头在这里。开启后门的方式呢是一个电磁阀，好吧？那打开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尾箱空间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些网的储物格，还可以挂一个3kg 的挂钩。这一边就有打开，可以看到这里有 subwoofer， 左边这边就有一个储物网格。那基本上呢，这个椅子可以做6/4倾倒分离。这辆车让我日常代步我非常喜欢。第一个就是它的车身够高，离地界面高，所以我过减速带的时候完全都没有任何头痛的问题。之外，我去到 IKEA 买东西，这椅子放倒我就可以载很大东西了，基本上放一个花盆都没有这么大的问题。然后后面这里有一个12 W 的 Power Socket， 这些挂钩2个，上面还有一个灯，没有它关的哈。所以基本上你按开了之后呢，它是不会自动开启的。OK， 你必须要费一点力气，小力气而已啦。开 OK。所以它的尾灯方面我是很喜欢的，这种条纹的，看到吧？这个就是它 LED signal 灯。前后的轮胎都是用 Michelin Primacy SUV 的轮胎，用着265 60R18的尺寸，18寸轮圈，单活塞的刹车卡钳。前面也是一样哈，265 60R18，用着双活塞的刹车卡钳。悬挂呢，就是前面是 Double Wishbone， 后面是一个 5 link 5连杆的一个设置啦。我来打开一下引擎盖，给你们看一下到底它的里面是藏着什么样的。打开引擎盖，这边拉2下。像宝马一样啊，所以你不用在里面找拉杆了的，直接用手掰开就好了。所以它有2支的油压顶杆。这具引擎是来自一个2.0公升的4缸涡轮增压的引擎，汽油啦，不是柴油啦。它可以产生220匹马力左右，还有380个牛顿米。ZF 的8速变速箱，所以是 AT 啊，这个它是有4驱系统，可是是8档的 Electrical 4-wheel drive。这个数据嘛，说多也没有用，真的有机会下次试驾给大家看。真的我很期待驾这辆车，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啊？所以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后座吧。哇哦！一打开门之后，你会看到有7分灯，所以的7分灯做的是蛮细腻的哈，就是要藏在里面，它不像 Aftermarket 硬要装一个进去就对了，这个没有，这个还不错。然后这辆车的这个音响是配搭这一个 Infinity 的喇叭，这里还有一个手把哈，拿了之后直接很轻松就可以上到来这边了。LED。把门关了之后呢，我觉得它隔音是相当不错的，我很享受坐在后面这里的这个感觉。你看到我的头部空间呢，多过一个拳头啊，是大概2个拳头的高度的。我的腿部空间是多过一个拳头的哈，所以它的这里的是几乎平的，后面还有2个冷气出风口，还有2个 USB 的 Type C 接口，中央扶手，还有2个置杯架，所以它是吊在中间的哈。窗口很大，所以你看了一点都不会有压迫感。除了这边有一个阻碍到视线的你的手把之外，其他基本上都很好。硬质塑胶，还有一些车缝线在这儿，可是你摸到的地方，你手会放到的地方都是一些皮革啦。可是我觉得上下车的时候有一点不方便，是在于，因为你的脚是要踩这边嘛，可是它这里就凸上来了。来到前面座位，
电动座椅是两边都有的，都是10项的哈。所以这一个门这里的所有的按键都是一键上下的那些窗户啊。我本身是蛮喜欢这一种可以手握着的手把，可是重点来了，你放手机的话会不会跌下来呢？除非你放一个比较大的手机咯。要大一点哦，要厚一点哦，不然它是真的会跌下来哦。除了门有气氛灯之外，其实它的冷气口这边都是有的，它就像奔驰一样，你这样子转，还有这个声音听到吗？这里还有一些储物格，我不知道是放什么的啦，可能是可以放一些卡，不是来放香烟的哈。仪表的亮度调节啊，头灯调节高度，讯息这种关闭、陡坡缓降。还有就是一个储物格，油门踩踏方式就传统式的，不是那种风行式踏板啦。为什么做到这么高的呢？那我把它调低一点，大概是这样的视角会比较好啦。我至少可以看到那个车头在这儿。我会很喜欢这一副仪表。一般上我们看到一些比较便宜一点的汽车，硬都要放一个全液晶仪表，但是呢，你很明显看到有些是跟第三方买的，所以呢，它的设计感不怎么好之外，它那些显示啊，它不是 OLED 的，所以黑色它会显示成一个白色，它是一体式的哈，它有2个大荧幕哈，它的这个设计真的是有在用心，它不是真的是 aftermarket 而已。你看界面啊，我都觉得很有下功夫啦，不是那种便宜的，带过就好哈。OK， 漂亮。还有2个冷气出风口，中间还有保留这一个时钟，担心现在很多车子都不要做了，因为都有电子的嘛，时间就在这保留着，也是看了比较高级的。还有一些按键哦，OK， 还有一个 headlight。这些都是冷气控制，很方便啦。至少我在这边可以做一些操控，风速啊、温度啊。Type C 充电，还有一个 USB 充电口，这个点烟的无线充电哦。这个就是切换它的4驱，还有这个就是驾驶模式。Parking 就是按这个 button，unlock 按了之后拉下来就是 D。这个就是一些沙地啊、后差速器、电子手刹、Auto Hold 功能。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啦，可是这个就是360了。Alright。蛮清晰的哈，这里打开之后就是置杯架，你可以关闭了之后一些储物格，还有一个中央扶手。可是这个中央扶手就不能调前调后吧？这款的方向盘是真的好看啊，一个圆式的哦，这些的多功能的按键哈。这个到时候如果真的有接到车之后，到时候再给大家讲解一下是怎么用的。有换挡拨片，这个换挡拨片按下去的感觉质感还不错的，虽然它不是 aluminium 是 plastic， 可是它摸上去就是比较有质感的。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它可以拉得很出来哈，手动调节的哈。旁边这边还有一个手把给副驾，我就不知道干什么了。这一块饰板老实说真的很好看，虽然是塑料，可是这它就做一点拉丝，就看下去没有这么普通了。里面没有 carpet 的天窗。这边有2个按键可以操控哈，还有一个放眼镜的。我带你们去看隔壁那个有改装的，好吧，黑色的，我觉得很好看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来说一下后面的备胎就取消了，它就放成了一个行李箱吧。把它打开了之后，就可以放一些东西，我就不知道是放来干嘛的，因为其实它基本上它的后尾箱的空间都是蛮大的嘛，就跟刚刚那台是一样。基本上这辆车做出的升级呢，就是一个大轮圈啦，它从一个18寸换成了一个22寸，轮胎尺寸已经升级到285/45R22的一个，这算是越野的轮胎。这辆车的避震呢，红色的，我觉得它已经有是升级过了的。前面的方面呢，
也是一样升级到22寸，轮胎也是一样的，你看到吗？这里有红色的 Spring， 大车卡其还是这么小啊，没有做出升级。我觉得这辆车放了大鲍鱼是比较好看的啦。车侧旁边呢就有3个类似像大 G 的假的那个排气管，宽体的部分呢全部都是由一个亚色变成了有颜色的，所以它是亮的哈。大中网呢就升级到一个更加的高级的这种感觉，亮亮的，所以这辆车看起来很霸气。第一点就是它的 body kit， 还有 LED 灯在这里。引擎盖方面呢已经升级了一副有 carbon fiber 的，上面的那边有4颗灯，尾翼方面也是升级了像 carbon fiber 的。内饰呢有没有不同呢？我们看一下。哦，对哦，这边还有一个灯的，现在没有开给你们看而已。内饰还是保持的一样哈。再看一下前面，内饰还是一样，还是依然这么好看。好了，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分享给我知道一下坦克300卖这个价钱250K， 你们会选择它吗？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啦 ，Goodbye。